舌尖小队今天又在迷宫里吃啥？莱欧斯他们现在已经抵达了黄金城内部，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魔物，而莱欧斯恰巧有根据脚步声分辨魔物的技能，比如现在过去的就是一个骷髅兵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用来炖大骨汤。这时他们来到了分岔路口，莱欧斯建议走左边，因为右边有魔像在守着。一提到魔像，问题也随之产生了，这玩意儿能吃吗？马路希尔 get 到了他的危险想法，赶紧阻止，那东西不能吃啊！毕竟魔像99%都是土，作为魔法师的他可是连怎么制作都知道的。莱欧斯立刻来了兴趣，教练，我想学这个。森西无视了他们的日常拌嘴，把队友们带到了自己的据点，这里面有不少工具和容易储存的食材。虽然3层没什么能吃的魔物，但魔像可是个好东西，他们的身体充斥着营养成分，温度和湿度也非常适宜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适合种菜，而且种在魔像身上，还不用担心偷菜贼，简直就是理想的移动菜盆。森西一边解释，一边给其他人分发了农具。一声口哨声就换来了3只魔像，抄起铁锹就窜上去，将魔像头顶的核心挖了出来。魔像立刻失去了行动能力，变成了3片长满蔬菜的田地，看起来种类还相当丰富。最开心的还是马路希尔，终于可以不用吃那些奇奇怪怪的魔物，而是正常的蔬菜了。不过他也发现了不对劲儿，质问森西，那些魔像的核心是不是他放进去的？森西强词夺理，我只是挖土的时候不小心把核心掉了进去而已。话虽然这么说，在重新播种的时候，马路希尔还是很配合。干完活，马路希尔就暂时离开，去了趟厕所。趁着这个时间，森西赶紧把核心重新埋了进去。魔像重新复活还需要一段时间，看着森西对魔像细致入微的照顾，莱欧斯心里那叫一个敬佩。收获结束，自然是要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。将蔬菜去皮切块之后，森西将它们全部放进了炖锅里。看到他要点火，马路希尔主动请缨，可以用魔法帮忙。森西却坚持使用打火石，因为一心想着省事儿，迟早会忘记本事的。不愧是迷宫李子柒。把蔬菜炖上之后，森西又掏出了最后一块蛇尾鸡熏肉，也切成大块的厚片，放进锅里一起煮。再另外做一份无筋沙拉，魔像田的新鲜蔬菜午餐就大功告成。居然能在迷宫里吃到这么新鲜的蔬菜，众人大快朵颐了一番。吃饱喝足后，森西让其他人帮忙洗刷餐具，自己朝厕所的方向走去。提到厕所，马路希尔就忍不住感慨，没想到迷宫里连厕所都这么用心，像是有人在专门打理一样。说完这句话，众人突然察觉不对，追上去，果然发现森西在挑大粪，准备欧肥。好家伙，刚吃完饭就能干这种事情，怪不得刚刚的蔬菜那么好吃，原来还是有机的。不过他们更没想到的是，森西居然以一己之力维护了整个迷宫的生态系统。他会把掉进粪坑的丧尸清理掉，会唤醒倒在地上的魔像。以前第3层有10只魔像，现在只剩下3只。如果魔像消失了，深层的魔物就会跑上来，而被那些魔物赶跑的魔物会闯进别的地方去，到时候整个迷宫都会大变样。紧接着说出了至理名言，迷宫和田地一样，不去打理，只想坐享其成是不可能的。而且吃着在迷宫里长大的东西，自己也为迷宫做贡献，这会让森西觉得自己真正融入了这个迷宫。说完后，他就挑着大粪缓缓离去，矮矮的背影突然伟岸了起来。之后他们带着剩下的蔬菜准备去以物换物，离这里不远就有一家酒馆，里面大部分客人都是冒险者或者回不了地面的亡命之徒。结果店小二一听他们说是来卖菜的，直接就把人给赶走了，还一巴掌把他们的胡萝卜打落到地上。马路希尔气得不行，糟蹋粮食可是会遭天谴的。就在他想跟店小二争论的时候，酒馆里突然闯进来一群兽人，一上来就喊打喊杀，眼看马路希尔他们也要惨遭毒手。关键时刻竟然是森西站了出来。森西的人脉究竟有多广，居然连兽人都得尊称他一声大哥。其实这些兽人也是森西的老客户，之前他经常把蔬菜卖给他们，而兽人们是逃难过来的，他们村子被红龙侵袭，不得已弃村而逃，来到这一层避难。莱欧斯的妹妹就是被红龙给吃掉的，所以他连忙打听那头龙的位置。可惜兽人可不会这么好心，
说出红龙的位置，就相当于暴露了他们村子的位置，他才不会告诉莱欧斯呢。抢劫完留他们一命，就已经算是看在森西的面子上了。现在兽人们的物资严重不足，连老朋友森西的都要抢，森西只能无奈同意。作为交换条件，他希望今天晚上能在他们的营地住宿。说完后，让那些抢劫的兽人别忘了把酒馆厨房的酵母老面带上。回营地的路上，莱欧斯他们悄悄问森西有什么打算，森西便告诉了他们，兽人把酵母和面粉全都抢了，说明能做面包呀。兽人把他们关进了鸡圈里，森西还在那里嚷嚷着要做面包，被他吵得受不了的兽人老大只好扔了面粉和酵母给他，再加上盐和砂糖，就是所有食材了，把它们和水混在一起，搅拌到凝成一团。有兽人小朋友好奇地过来看，兽人老大便趁机给自己的孩子讲了他们的历史。以前兽人还住在地面的时候，被人类和精灵迫害，夺走领土。作为精灵的马路希尔不爽地反驳，兽人不也杀了很多其他种族的人吗？刚说完，森西就跑过来给他的面团加橄榄油。就这样，兽人和马路希尔辩论一句，森西就借机打断一下，告诉他们新的步骤。希尔扎克想站出来劝架，结果被勒令你赶紧给我揉面吧。于是兽人和马路希尔一边揉面一边辩论。兽人觉得是其他种族把他们迫害到地下去的，等他们在地下迷宫里安稳生活的时候，其他种族又找到了他们，把油灌进地底，点燃了火。马路希尔反驳，那还不是因为他们总是去其他种族的村子抢劫。兽人又说，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迷宫，结果也要被其他种族抢走。马路希尔再次反驳，找到迷宫的明明是上面那个村子的人，就算是兽人先进入迷宫深层，那些到处徘徊的丧尸岂不是更糟？而在他俩辩论的时候，森西则一直关心着他的面团，等面团被揉到能够拉长之后，就可以进行发酵了。第一次发酵可以膨胀到2倍大，均匀切开整好形状。在森西忙活的时候，兽人看向莱欧斯，问他为什么一直不说话。据说只要击败造就这个迷宫的疯狂魔法师，就能得到这个城堡的一切。兽人觉得莱欧斯肯定也是冲这个来的，还问他得到这个国家之后会怎么做。可惜莱欧斯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问题，他现在只想救妹妹，然后跟着森西哐哐干饭。兽人还在那里自顾自说着，他们就是为了避免让人类得到这座城堡，所以遇到从地面下来的人就要杀光。马路希尔一听到这个，气不打一处来。那么不想让别人占领，那你们自己去找疯狂魔法师啊！你们这个种族就只会从别人手里抢东西是吧？眼看两人又吵了起来，森西继续做面包。现在是2次发酵时间，等到面团充分膨胀之后，先用小火将2面各烤一遍，再稍微蒸一下，打开盖子，香喷喷的面包就出炉了。就在他们准备尝尝味道的时候，兽人不乐意了，谁说要给你们吃了，都是我们的。好家伙，过河拆桥是吧？就在这时，他的孩子突然问了一句，明明是大家一起做的，为什么不给他们吃呢？兽人老大无言以对，还是马路希尔蹲下来告诉小朋友，面包只能算主食，还要加上主菜和副菜才能算一顿饭呢。所以现在他们要先做其他菜。森西也据理力争，给兽人上了一番强度之后，对方不得已同意和他们分享了。最后除了森西做的面包以外，还有兽人们做的辣味炖鸡肉和整块卷心菜，以及可丽饼。刚偷的蔬菜和鸡肉炖卷心菜就是要配着抢来的面包吃。最后几个种族的人一起和和美美享用大餐。莱奥斯也终于想出了刚刚那个问题的答案，他进入迷宫深处的原因是妹妹被龙吃掉了。不是啊，你才想起来呀，哥。莱欧斯表示他们会去解决那头红龙，绝不会牵连到兽人的村子，希望兽人能告诉他们的位置。看到目光坚定的莱欧斯，兽人也不自觉妥协了，不仅说出了位置，还把地图也一并送给了他们。第2天一大早，4人就告别了兽人们，继续深入这个迷宫。尽管各自观点不同，但肚子一样会饿。不过区区迷宫饭亦是堂堂迷宫饭。